果說全球奢華酒店之間也有鄙视鏈，那 Four Seasons 四季酒店无疑是在金字塔的上层，而其中有着近100年歷史的坐落于巴黎的乔治五四季酒店，更是冠上明珠般的存在。这里不仅有着极致奢华的设施和极尽周到的服務，更是号称法餐和法甜界的黄埔军校，众多米其林传奇星厨和甜点界的頂流巨星啊，都曾在此刷过自己的成长副本，也在此留下了他们惊豔的創作。嗨，我是喜歡帶你們探索美食的肉仔肉。今天跟我一起，我們去巴黎100年殿堂級的頂奢酒店，體驗他們的米其林下午茶套餐到底是什麼水平。喬治五的四季酒店可以算是巴黎頂奢酒店裡邊至少是前5的地方吧。首先它旗下就有2家非常出名的米其林餐廳啊，一個是3星的 Le Cinq， 另外一個呢就是我們現在所在的2星的 L'Orangerie。然後我們今天點的這個下午茶套餐呢，它其實是由 L'Orangerie的3位 chef 來完成的。主廚 Alain Taudon 負責的是鹹食這一部分，意大利籍的主廚叫 Miguel Bardossetti 來完成的甜點部分，然後麵包部分是獨立由另外一位主廚 Guillaume Gabrol 來完成的。一共應該是有9道小點，還有1杯熱飲和1杯香檳哈。125歐的套餐價格也是各大頂奢酒店下午茶裡面最貴的一檔了。不過我們在翻菜單的時候還發現了一個非常逆天的東西哈，價值47歐，也就是400塊錢人民幣的天價法式吐司。俗話說來都來了是吧？我不當冤種，誰當冤種呢俗話說要吃甜，先來點鹹。開場啊，就是3道小鹹點。它是一個炸的西米露，裡邊包的有一點奶油濃湯的感覺，但是這個人家至少是現炸現制的，你能聽得到那個酥脆的聲音，感受到那個溫熱的那個油溫。某些酒店啊，拿預制菜當下午茶，這個真的有點過分了哈。這個是 lobster roll， 就是布里歐秀裡面夾的龍蝦肉哈。醬是配了蛋黃醬跟牛油果的那個 guacamole， 裡邊還加了一些手指檸檬的小顆粒，覺得還蠻不錯的，整體味道。蠻好吃的。哇，這個黑松露的味道你也能聞得到哈，非常的濃郁，確實就是現爆的。這個小塔裡面裝的是一道傳統的雞蛋料理哈，叫做熱夫米莫薩。蛋黃醬跟雞蛋的味道，然後有點香蔥的味道。四季酒店啊，真的是非常有歷史的一個酒店。它在巴黎的話，應該是1928年建成的。服務人員的素質，我覺得真的是軍事化的管理，非常的到位，很板正的感覺，不愧是巴黎屈指可數的巴拉斯。可以簡單理解為5星級酒店裡的戰鬥機，完全可以這樣說。說話間，下午茶套餐中的甜點前半部分啊，終於開場了。這是由2份盤式甜點和一個巧克力塔組成的3道式，而我們的天價法式吐司也飄着濃郁的黃油和焦糖香味登場了。哇，我已經聞到焦糖的香味了。獼猴桃、奶油跟蛋白霜的一個組合，你能吃得到奶油裡邊它用了松針和薄荷來復味，就是有一股很青草的味道在，很清爽的一個 pre dessert。這是我們最近吃的第2道好吃的獼猴桃甜點，第1道是在 Le Gabriel， 緊接着就是這盤讓我一眼心動的甜品。哇，我可以說啊，這個是我見過目前為止做的最精細、最漂亮的一個蘋果塔。幾個細節非常值得說一說。第一個是它的蘋果啊，削的薄片，堆疊出了一個花瓣的形狀嘛。它是用反轉蘋果塔的那種方式來做的，每一片蘋果都是烤到被焦糖跟香草浸泡到透明了的那種程度。然後底部它蓋上的是一個撒滿了大粒黃糖的千層酥皮，可以提供一個極致的酥脆口感。這個蘋果塔有功力在裡邊，好好吃啊！它這個蘋果塔烤得好入味啊，還可以加一點那個冰淇淋。讓我們來加上它的這個肉桂跟肉豆蔻的冰淇淋，然後它給的搭配裡邊還有這個蘋果酒做的雪帕冰哈，這個才是它的完全體。
非常好。它的这個冰淇淋幾乎沒有加糖，甜度非常的克制，反而提供了一種冰爽的感覺，還有那一點點蘋果酒做的雪帕餅點睛之筆。我覺得這個蘋果塔在我這裡已經封神了，是我目前為止吃到過的最好吃的，做的最有層次感、驚喜的一個蘋果塔。想不想看復刻，朋友們？想的話，彈幕留言評論給我打出來。它這個半背後綠啊，其實沒有啥花活在。第一點就是它在香草牛奶雞蛋液裡泡了足夠長的時間，然後它的這個本身的麵包體筋性非常足的，它能夠 hold 住它的那個形狀，所以它這樣煎出來其實是一個近似於布丁的這麼一個質感。然後另外一點呢，就是它用了現在很流行的網紅的黃油蜂蜜麵包的做法，它在泡好的那個麵包體外面厚塗了一層黃油紅糖，然後用烤箱去把它給烤出來，所以你能夠看到一個巨棒的一個焦糖味十足的一個焦花層，然後它還搭配了一大堆的紅果、莓果、水果。說實話，吃起來真的沒有很膩，它哪怕淋了楓糖漿都沒有很膩。這個其實也可以給你們來一個復刻哈，真的，這個在家裡面做可不要太簡單了，抓住幾個重點就能做得非常好吃。下面看彈幕留言評論告訴我。哇，滿嘴巧克力香，厚厚一層黑巧甘納雪，然後上面撒了一些碾碎的可可豆的小顆粒，黑巧風味超級濃，而且真的他們家的甜點我們吃到現在哈，哪怕是那個超大的法式吐司半背後綠都沒有很甜，他們家對甜度的把握不錯的。熱飲上呢，我點的是野生的白茶，打開一看啊，一整壺都是水，然後茶呢只有一小包。我剛剛看了一下哈，它這麼一壺大概是1升左右的水量，它茶葉最多才放了大概5克左右。我們中國人啊，對茶的要求濃度還是比較高一些。這個我覺得倒也不難理解哈，就是你讓一個意大利人平常喝濃縮咖啡的跑去喝美式，他不罵才怪呢。吃到這裡啊，賽程才剛剛過半，接下來就是下半場的3道甜點了。哇，這個布里歐秀好香啊！然後下面你們看啊，厚厚的一層焦糖巴坦木杏仁脆片，然後上面還刷了香草糖漿，好吃。這個杏仁香真的很棒，太近了。我們看啊，別的桌子都是把這東西打包走了的，我估計我們也得打包，還剩半個，我真的點都吃不了。這個是一個焦糖核桃的小餅乾哈，朋友們，你們看它這個搞得有多精細，它的核桃全是這樣橫切開的。你們都知道碧根果很容易碎的，fine dining的那種費工費時啊，有時候真的還是蠻誇張的。裡面還有整顆的粉。這個甜度有點高了，但它的焦糖黃油跟山核桃的香味很香。這個其實沒有太多技巧可言，就是夯實。哇，趕緊來口咖啡壓壓驚。的最後一道收尾甜點啊，可以簡稱它橘子開會。朋友們，我數了一下哈，加上它給的那個配的西柚汁兒，一共有9種元素在裡邊。它裡邊有橙子果肉、西柚果肉、金桔、糖制的檸檬皮、糖制的柚子皮、糖制的橙子皮，甜度不是很高，很清爽，很有橘子的香味，我觉得做的還蠻不錯的。就橘子跟柚子還有檸檬，它們這個科來說哈，從生物這個角度來講，全都是雜交的近親，簡直比歐洲以前的那種皇室婚嫁還亂。但是它這樣混在一起，我覺得還蠻好吃的，就是同根同源，還蠻搭的。好了，我們現在已經出來了哈。老規矩，簡單總結一下，今天這一頓下午茶呢，我跟你们肉嫂一共是消費了172歐。其實我跟你們肉嫂只點了一個下午茶套餐，然後是額外加了一個47歐的半背後綠，也就是那一盤法式吐司。這個也是他們家比較有趣的地方哈，因為巴黎其他的一些頂奢酒店其實是會強制要求你雙人都要點下午茶套餐，所以在這邊的話選擇會稍微比較靈活一點。從品質來講哈，今天我最喜歡的是那個蘋果塔，就是它能夠把普通的樸實的一個甜點做到如此精細、如此多層次的這麼一個搭配哈，非常非常的了不得。然後另外一道我非常喜歡的就是那個橘子開會，結合我們最開始的價格，從性價比這個角度來談的話，它也非常的值。特別是點一個套餐的分量哈，我覺得2個人你再點一個單點的甜點，真的就已經是非常非常夠了。唯一我就是覺得那個法式吐司不要點就行了。然後還有一個點我要提的哈，是它這個菜單的邏輯非常的清晰，從一開始的鹹點開胃，然後一個清爽的獼猴桃開場，
中間逐層遞進的給到不同的味覺體驗，最後再有一個清爽的柑橘調收尾，就是你能清晰的感受到3位主廚設計的脈絡。說實話，這個非常體驗廚房團隊的功力。然後從環境的角度來講，也是非常非常的棒的，服務質量可以說是頂級了。所以總的來說呢，就是咱們鼎舍酒店的下午茶系列裡邊，我覺得它妥妥的可以排到前3名，非常推薦有預算、有想法、想要體驗一下這種好的服務、好的環境氛圍的法式下午茶小伙伴哈，來這裡感受一下。大致就是這樣。不知道你們今天最喜歡的是哪一道呢？歡迎彈幕留言評論告訴我，然後也歡迎你們把這期視頻分享給你身邊喜歡法式甜點、喜歡下午茶的小伙伴們。如果你還喜歡這期視頻的話，請記得一定要幫我們點讚、轉發、投幣、收藏、一鍵3連。如果你還想跟我們一起去探索和制作更多的美食，那麼請你一定要記得關注和訂閱我們的頻道。那麼咱們這期視頻就先這樣，下期視頻再見 ，Peace out。